红楼梦里的荣国府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各种矛盾冲突暗潮汹涌。王夫人在媳妇李纨眼里就是个非常厉害的婆婆，因此李纨在王夫人跟前说话做事都非常谨慎小心，生怕被责骂。但对于王熙凤这个夺去她职权的王夫人的心腹，李纨就不愿意表现得过分懦弱。她与王熙凤之间甚至还有过十分精彩的正面交锋。在第45回里，宝玉和众位小姐们要举办诗社，李纨便带着大家去找王熙凤索取活动经费。眼见李纨来要钱，王熙凤因此触动了心事，脱口说了一大段话：亏你是个大嫂子呢，这惠子他们起诗社能用几个钱你就不管了，你一个月10两银子的月钱，比我们多2倍银子。老太太、太太还说你寡妇失业的，可怜见的，不够用，又有个小子足的又添了10两，和老太太、太太平等，又给你园子地，个人取租子，年终分年例，你又是上分儿。你娘们们主子奴才共总没10个人，吃的穿的仍旧是关中的，一年通共算起来也有4、5百银子。这惠子你就每年拿出1、200两银子来陪他们玩，能几年的现？他们个人出了格，难道还要你赔不成？这惠子你怕花钱，挑唆他们来闹我，我乐得去吃一个河海干，我还通不知道呢。在《红楼梦》中，这是难得一见的王熙凤与李纨的正面交锋，虽然带着开玩笑的口吻，但其中对李纨不满的情绪相当明显，而原因就在于两人领取月钱的数量悬殊巨大。李纨和王熙凤都是已婚的贾母孙辈的主子，月钱领取属于同一级别，可是贾母的一句话，她的月钱数就提升到20两银，另还加10吊钱，总数约值30两银。王熙凤每月却只有4两银子，另加2吊钱，共约值6两银。就相对比例来说，李纨所得是王熙凤的5倍，就绝对数而言，每月比王熙凤多24两银，一年下来，仅月钱一项就比王熙凤多获取约300两银。李纨拿到的无论银子还是钱，都可以积攒起来，可是王熙凤拿到的那几吊钱，还得用于奉承贾母，陪她玩牌，故意输钱。第47回里，她拉着薛姨妈，指着贾母素日放钱的一个木匣子笑道：“姨妈瞧瞧，那个里头不知玩了我多少去了。”除月钱外，到过年时，荣国府里还分年例，年例颇有点年终奖的意思。虽然曹雪芹对其数目多少未做交代，但肯定要比月钱多得多。年例的分配也得按个人的等级，而李纨的领取又超越自己原有的级别。第45回里，王熙凤说她年终分年例，又是上分儿，比自己还是多了许多。最后，王熙凤还提到作品中绝无仅有的一个现象，即李纨有园子地，可以独立收租。试想，王熙凤靠挪用月钱放债，既担惊受怕，又得设法找出说得过去的理由应付众人的催讨，几年下来才收到几百两银子的利钱。可是李纨什么都不必干，坐享的月钱年例就比他多许多，这能让他不妒忌吗？如果王熙凤领取的月钱能和李纨一样多，那他放债所得的利息岂不就可以迅速增长？正因为平日常念想到此事，他才会脱口算出这笔账，而且算得如此迅速、全面和准确。王熙凤的这番话当众击中了李纨心底最隐秘的思想，李纨当然要立即反击。他便抓住王熙凤生日那天正碰上贾琏与鲍二家的偷情，情急中竟打了平儿的事做文章。你们听听，我说了一句，他就疯了，说了2车的无赖泥腿世俗，专会打细算盘、分斤拨两的话出来。这东西亏她托生在诗书大宦名门之家做小姐，出了嫁又是这样，若是生在贫寒小户人家，做个小子还不知怎么下作贫嘴恶舌的呢。天下人都被你算计了去，昨儿还打平儿呢，亏你伸得出手来，那黄汤难道灌丧了狗肚子里去了？气得我只要给平儿打抱不平，忖度了半日，好容易狗长尾巴尖儿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里不受用，因此没来，究竟气还未平。你今儿又招我来了，给平儿10血也不要，你们2个只该换一个过子才是。石头记庚辰本在这儿有段双行加批，心直口拙之人急了，恨不得将万句话来并成一句说死那人。脂砚斋的批语可帮助读者理解李纨对王熙凤点破他的心思的恼怒，他的急不择言正是平日里对王熙凤不满与嫉妒的暴露。他半开玩笑地骂王熙凤是下作贫嘴恶舌、无赖泥腿世俗，专会打细算盘、分斤拨两，甚至把他比作狗。李纨挑出平儿挨打这件事反击，又颇能得人心，因为荣国府里的人都为平儿抱不平，在他挨打后纷纷表示安慰，只是没人当面批评王熙凤而已。
了解舆情的李纨此时趁势指责他连给平儿使血也不配，两人只该换一个过字。王熙凤也立即反唇相讥，竟不承望平儿有你这一位仗腰子的人，言下之意是你有什么能耐给平儿撑腰。最后王熙凤使出硬软两手，说她正在打点众人年下的衣裳，她们姐妹的衣服若耽误了，却是李纨的责任。这针对李纨凡事怕落不是，被王夫人责怪的反击，果然击中了要害。接着他又答应给李纨50两银子，慢慢做会社东道，这又迎合了李纨怕花钱的心理，于是李纨便体面的退去了。通过李纨与王熙凤的这次交锋，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人对于钱的态度的截然不同。王熙凤说：“你娘们们，主子奴才共总没10个人，吃的穿的仍旧是关中的，一年通共算起来也有4、500银子。”这句话既显示了王熙凤平时对别人用钱动向的关心，同时也让读者知道李纨领取了月钱或年例，基本上都是积攒起来，若干年下来，这可是相当可观的一笔财富。李纨的做法是古代多少年来传统的认识，即积累财富最现实、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将货币直接贮藏起来，这其实也是贾母与王夫人等多数人的做法。王熙凤的观念则不然，按照平儿的说法，王熙凤平时的月钱、年例是不用的，尽管其数量少于李纨，但若干年积攒下来也是比较可观的。至于他的贪赃枉法所得，更比月钱的积攒多得多。可是从药等别处收来了利钱，才能给众人发月钱来看，他身边能动用的现钱却非常少。作品中交代得很清楚，他的钱都拿出去放债赚利钱了。王熙凤的4两月钱还能积攒一部分去放债，李纨的20两月钱更是大部分花费不了。钱在李纨那儿处于静态，但钱在王熙凤那儿却处于动态，它在流通中不断的增值。王家祖上管过洋船货物，王熙凤对货币在流通中可以增值的观念的了解，也许就是从这而来的吧。李纨与王熙凤之间的互相嫉妒，说穿了都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而他们观念的不同，则表明即使没有经济利益的纠葛，这两人的关系也不会很融洽。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也。不过他们却又有着共同的一点，即对金钱的看重。王熙凤看穿了李纨带公子小姐们前来索讨诗社活动经费的原因是李纨自己怕花钱。确实，李纨就是拿出点钱供诗社活动，也花不了多少钱。曹雪芹通过这一情节的描写，暴露了李纨吝啬小气的一面。而若进一步探究诗社活动经费的来源与使用，便可发现小气吝啬实际上已成为李纨的性格特征之一。而作者在这一方面可没少花笔墨。